菜菜子听叶晨说要留在澳大利亚，下意识地问他：叶晨君，你如果想尽快找到肖女士，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回国？叶晨感叹：我来澳大利亚就已经中计了，他们一定有着严密的组织架构和行动方案，说不定突然他现在已经不在华夏了。我现在回去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我可以肯定，唐四海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无论初然在哪里，只要我找到他，就能找到初然。菜菜子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叶晨君，华夏这边我会尽可能配合若离，你尽管放心。好。叶晨心乱如麻，没有再跟菜菜子多说，便挂断了视频。感觉脸上微凉，他伸手去摸，才知道自己早已泪流满面。于是他连忙用手掌心将眼泪擦干，立刻推门下车。叶家在澳大利亚并没有太多人脉，无非就是在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的3家酒店。酒店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普通人，真追查唐四海这样的人，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叶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华人侦探李亚林。李亚林的刑侦能力几乎无人能及，通过上次在摩洛哥转移死士的行动，让叶晨发现他的反侦查意识甚至比他的侦查能力还要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是因为李亚林把那次事件的所有线索都处理得极其干净，唯一留下的小小尾巴就是那食品厂的老板。只要食品厂老板不说出一切，这辈子都没人会查到食品厂就是那些死士中转的关键一站。但是李亚林又很好地将食品厂老板套进了一个利益陷阱里，让老板成了一个心虚的既得利益者，以至于他自己就会死守秘密，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样的案子虽然理论上还存在线索，但实际上线索已经断了，查下去将查无可查。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反过来让李亚林去查这种案件的线索，他也将一无所获。所以叶晨觉得，无论是找唐四海还是找肖初然，都得让李亚林帮忙才行。于是他立刻在微信上拉了个群，把李亚林以及大舅安重秋、二舅安凯峰都拉进了群里。叶晨用最简单的语言将整件事的始末发在群里，然后把自己希望李亚林来帮忙的消息也发进了群里。最先回复的就是叶晨的大舅安重秋，他满头雾水地说：晨儿，我听你这意思，唐四海这些年似乎并不是向你父亲效忠，他效忠的应该另有其人啊。接着他又发来一条语音，这唐四海如果是奉你父亲的命照顾你、保护你，那他的职责就等于是古代的托孤大臣，他应该全力护你周全，并且在你顺利继位之后尽心尽力地辅佐你，怎么能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就忽然失踪？失踪就算了，还暗中布局让萧家人离开你。叶晨感叹：大舅，我跟你想的一样，唐管家效忠的应该还有其他人。安重秋咂着嘴说：啧，这就奇怪了，他的为人我有所了解，对你父亲是绝对的忠诚，你父亲母亲都已经去世，他除了效忠你，还能效忠谁？效忠其他人，不符合逻辑啊。二舅安凯峰发来语音消息，确实不合逻辑。以我对唐四海的了解，他只听命于姐夫，最多加上大姐，大姐和姐夫都走了，那必然是听命于晨儿，怎可能背着晨儿搞这些小动作？饶是最了解安承熙的安重秋和安凯峰，此时也根本不敢去做安承熙还活着的设想。即便是破了一辈子悬案一案的李亚林，在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也没有猜过安承熙可能还活着。他在简单分析了事情之后，发出了自己的想法，说：我在想啊，是不是常英当年知道破清会想要他的命，所以在跟唐四海安排身后事的时候，早就安排好了这些。安重秋道：老李，你说的不合理，晨儿进孤儿院确实是常英提前安排好的，但晨儿和萧家姑娘结婚绝不可能是常英的安排，所以他怎么可能提前安排好让唐四海背着晨儿
把陈儿的老婆带走。李亚林解释道，我是觉得很可能他并没有单纯的把唐四海当托孤大臣留给叶少爷，而是给了唐四海一定的权利，让他私底下成立了一个团队。毕竟这件事策划周全，衔接紧密，绝不是几个人能实现的。而这个团队的核心理念，虽然还是围绕着帮助叶少爷来运作，但具体行动都按照唐四海的主观意识来执行。当唐四海觉得萧家姑娘和他的父母留在叶少爷身边，确实会影响叶少爷的复仇大计，那他想方设法让萧家人离开叶少爷，也就说得通了。安重秋和安凯峰同时发来一个大拇指的表情。安重秋说，我觉得老李分析的最贴近现实。安凯峰说，我也支持李探长的分析。叶晨也觉得李亚林分析的对，父亲高瞻远瞩，留下唐四海执行一个保护自己20年的任务，不可能不给他自主权。如此想来，唐四海这些年说不定已经秘密建立了一个听命于他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存在，他没有告诉过除了他和团队成员之外的任何人，即便自己都不知道。于是他开口道，李探长，现如今唐管家已经在澳大利亚失踪，但我推测他应该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我需要你立刻给 AI 模型下个指令，让他在帝网系统里寻找唐管家的踪影。我想看看能不能定位到他这段时间的移动路径，因为有重金开路，叶晨的帝网系统早就已经遍布全球各大机场和码头、车站，各个国家的自动贩卖机都已经被叶家在全世界的各大壳公司收购。自动贩卖机的监控数据实时上传贩卖机运营公司的服务器，在服务器中备份的同时，也会同步给 AI 模型。每天 AI 模型都会接收全世界上亿出行人次的监控信息，模型会自动把自动贩卖机捕捉下来的人脸记录在案，然后根据不同的人脸特征，对数亿人口进行自动归类。他虽然不知道每个人姓谁名谁，但他记得住见到的每个人的模样，然后将其面部特征转换成数据。每一个面部特征都有一个自己的数据库，每当其他摄像头捕捉到这个面部特征的时候，数据相吻合，就会将后面捕捉到的信息也归类到这个面部特征的数据库内。这样一来，自然就掌握了一个人的全部动向。比如，系统第一次在金陵机场捕捉到了张三，认识张三之后，以后张三出现在燕京、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甚至阿富汗的机场，都会被系统捕捉到，并且自动将后面的数据汇总。如此一来，张三的活动轨迹就会被记录下来。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信息采集、存储以及处理工作，需要的算力和存储空间大到惊人。但好在叶晨这套 AI 模型有着世界最强算力，所以它可以肆意采集、肆意存储、肆意分析计算，数以亿计的旅客信息一一被 AI 模型记录下来。不过可能很多人的信息只是被存起来，一辈子也不会被调用，可一旦需要用，就一定能够找到端倪，除非他永远不用公共交通。可让叶晨没想到的是， AI 模型内竟然没有匹配到唐四海的相关信息。而叶晨可以确定的是，澳大利亚所有机场都有自己的贩卖机设备，那这也就意味着唐四海真的没用过公共交通。叶晨一下感觉有些慌乱，因为他没想到唐四海有这么深不可测的能力。入境澳大利亚不但没有留下真实身份的入境记录，就连本人的影像资料都没留下来。自己以前也用假身份去过其他国家，但大部分情况下也都要正常乘坐飞机入关。只要坐了飞机，只要走了航站楼，就不可能不留下画面信息。而且有的自动贩卖机被别有用心的摆放在了海关以及机场安检的查验处，所有人到这里都要脱帽摘口罩，面部信息必然会被采集。 AI 模型内没有唐四海的信息，就证明他一定没走机场航站楼。李亚林瞬间感觉到了棘手，他问叶晨，叶少爷，叶太太最近出过国吗？最近，叶晨说，最近出国就是春节前后。
我们一起去了马尔代夫。李亚林又问，那去马尔代夫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分开？或者说的再直白些，有没有可能唐四海在马尔代夫悄悄见过叶太太？不可能，叶晨说，我和初然那段时间形影不离，而且当时岛上还发生了雇佣兵袭击事件，唐管家绝不可能在岛上。说罢，叶晨又问，李探长为什么这么问？李亚林说，首先我个人觉得，他既然能说服叶太太做出离开叶少爷的重大决定，必然跟叶太太见过面，而且一定是在很安全很隐私的地方，与叶太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详谈过，否则他不可能劝得动叶太太。其次，如果叶太太近期只出过一次国，而且这次还是全程和叶少爷一起，那就证明唐四海当面劝叶太太的事情没有发生在国外，而是发生在华夏。鉴于唐四海刚刚又在澳大利亚失踪，这说明两种可能。第一种，唐四海在之前那次失踪之后就一直没离开华夏。第二种，唐四海当时失踪时已经离开了华夏，但为了劝叶太太又悄悄回了国。无论实际情况是哪一种，都说明这个唐四海看来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厉害得多。因为自从我们帝网系统建成，还从来没有捕捉过他的任何信息。如果他是第一种情况，那他这次离开华夏到澳大利亚，做到了完全隐匿行踪。如果是第二种，那他第一次离开华夏到一个未知国家，第二次从那个未知国家返回华夏，第三次再从华夏到澳大利亚，几次都做到了完全的隐匿行踪。除此之外，我们再说叶太太一家，如果他还能把叶太太和家人这种明显留下过明显生活痕迹的人不露痕迹的带出华夏，那就更深不可测了。能有这样的能力，必定有一个极其庞大且强大的后盾力量，在各个方面提供便利。这个后盾力量有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大。安重秋打断他，有这么夸张吗？老李，现如今辰儿的产业结合叶家和安家的产业，不敢说世界第一，但应该也仅次于珀钦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唐四海不过就是叶家的管家，怎么可能有着比我们还强的实力？李亚林说，重秋，这就像在月球上看到了一个新鲜的刚刚咀嚼过的口香糖，我们看到它想到的不能是到底哪个傻逼这么没素质竟然跑到月球上吐口香糖，我们要想到的是，究竟是什么组织才有能力把人送到月球，并且还有让人在月球这种超高真空环境里咀嚼和吐口香糖的能力，这就太可怕了。据我所看到的，我个人感觉唐四海背后的实力已经不是一个团队能形容的了，简直就是一个帝国。